咁感人嘅片段，大家更加能夠深切體會妹姐喪者之痛。妹姐出嚟啦，難得佢表現得極之堅強。喺呢段時間入邊咧，其實我知道大家傳媒記者們又好，電視嘅電台嘅，大家都好辛苦，喺度好衷心地多謝大家，亦都知道大家好辛苦。我諗隨着阿 Ann 今日已經火化完之後咧，我諗呢整件事咧都會做一個了結同埋一個結束。如果好多傳媒會有大家有啲問題仲係想問同埋唔清楚嘅話咧，我希望我今日會喺呢度可以解答到你哋嘅問題。不過亦都希望大家喺今日我解答完咗俾大家知道之後咧，我好希望傳媒間可以俾佢兩個仔仔同埋佢先生同埋佢屋企人可以有個寧靜啲同埋平淡啲嘅以後嘅日子。我相信咁樣係對佢兩個仔仔會比較好啲嘅。呢個係我自己衷心希望大家可以答應我嘅嘢。我亦都相信阿 Ann 呢個亦都係佢心願。我相信喺呢個從佢病發到而家。大家知道入醫院消息之後，而家咧好多記者由朝到晚做嘢好辛苦，我喺度都同大家講聲好對唔住，對你哋好奔波。但係喺嗰段時間，我實在冇嘢可以講。我相信咧，而家我可以解答你哋任何問題，只要我可以解答到嘅話，只要我知道嘅話，我希望仲可以解答到你嘅問題。其實佢臨去嗰段時間咧，基本上講嘢方面表達能力咧都有啲問題。咁佢淨係自己話，因為佢最後嗰兩個禮拜咧開始信咗基督教，咁佢自己淨係話，只係希望佢身邊嘅親人同朋友唔好太傷心。佢其實佢一路落嚟咧，佢都係一個好安分嘅一個小女人嚟嘅。咁所以佢只係希望佢兩個仔仔會好安靜咁去生活，度過佢以後嘅日子。咁所以我亦都希望可以保護到佢哋嗰兩個仔仔呢樣嘢。會唔會幫手照顧嗰兩個仔？喺我能力範圍之內，我盡量啦。咁同埋呢一個責任係基本上係落喺佢嘅丈夫嘅身上。咁呢個亦都係佢丈夫應承咗答應咗佢嘅嘢。咁佢其實走嗰陣時，佢係好安詳，同埋好安心咯。梅媽媽而家身體狀況？而家梅媽媽嘅心情其實已經平復翻晒啦，身體狀況亦都好好。其實就唔想傳媒再刺激佢某啲嘢，只要大家唔好寫得太過分就得嘅。因為我哋都係雖然話今日去採訪基督教先啦，但係按照中國人嘅傳統嘅習俗，都係唔想白頭又唔想黑頭咯，辛苦真係。其實喺阿 Ann 發病同埋即係嗰段時間咧，你點樣去支持佢？作為佢嘅親人同埋家人，雖然我哋好心痛啦，但係我哋唔可以表現得話好激動。咁所以一路都係同佢講，
叫佢堅強，俾多啲時間佢。咁但係遺憾地，我係因為之前有段時間我真係唔喺香港，同埋經常要工作，所以喺佢身邊逗留喺佢身邊最長嘅時間咧，係我媽媽啦、婆婆啦同埋佢丈夫。我到處成日飛嚟飛去嘅時間，對住佢嘅時間比較少啲。但係我亦都知佢喺個心目中佢好掛住我嘅，所以我每一次去到咧，我俾佢睇到都係我堅強一面。同埋咧，其實我今日好想借佢呢個機會，喺阿 Ann 呢個例子入邊咧，我想其實去呼籲下時下呢個年青人真係好要愛惜生命，因為你唔好睇下 Ann 平時好弱少少嘅一個女人咧，其實喺呢一大半年間，佢整個過程入邊，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堅強嘅勇士。點解我要用勇士咁講？因為唔係可以常人可以做得到嘅嘢。基本上我哋見佢無論係做手術啦，做一啲嘅化療啊、治療嘅時候咧，佢俾我感覺上佢係連哼都未哼過兩句，但係我知道佢係好痛同埋好辛苦。呢個過程係如果冇咁上下意志力嘅人咧，係基本上係支持唔到。而為咗支持佢呢樣嘢嘅梅媽媽好緊要啦，佢兩個仔仔啦，即係喺一路落嚟係佢俾佢一個好大嘅個意志力，就係佢一定要鬥過呢一場嘅戰事。咁但係可惜地係我哋始終鬥唔過命運咯。你有冇改變到人生觀？我人生觀就係我話俾自己聽，我要活得更堅強。無論喺任何逆境入邊，或者我受更多嘅挫折、更多嘅唔開心，我都會話俾自己聽，呢啲係 nothing，唔係大不了嘅事，係冇乜嘢係重要得過自己嘅生命。如果我係戰鬥到個生命係戰鬥唔過嘅話，就冇辦法咯。其實我覺得只要有命嘅話，任何嘢都可以從頭再嚟過。其實嗰兩個小朋友知唔知道媽媽已經點解？佢哋因為年紀真係實在太細，佢知道媽媽一會唔喺度，但佢可能仲未感受到落嚟佢將會如何。咁佢哋就知道啊，媽媽唔起身啊嘛，媽媽點解會咁啊咁？佢哋會問，都會喊，但係佢哋畢竟佢年紀太細，佢哋玩嘅時候佢哋仍然會玩。呢個係冇辦法可以避免嘅。我其實喺阿 Ann 個心目中，亦都希望佢呢樣唔會俾呢個兩個細路仔會太大嘅打擊。其實會唔會妹姐你成日都諗起姐姐，都會想喊啊？So far 件事發生到而家咧，我所面對所有嘢，因為我喺阿 Ann 面前，我應承咗佢，我會係堅強嘅。我唔會喺佢面前喊嘅。咁某啲時刻，譬如話諗起翻以前，當然會有啲傷感，但係我盡量我都會話俾佢聽。我相信阿 Ann 如果佢靈魂係存在或者喺某個空間嘅話，佢都會希望見到我哋每個人開心地生活嘅咯。咁阿 Ann 嘅骨灰會安放喺邊？阿 Ann 嘅骨灰咧，因為佢先生咧曾經帶咗佢，無論佢去邊度，佢都會帶住佢嘅。咁所以咧，而家暫時咧就會安放喺佢先生屋企。如果佢先生會離開香港嘅咧，佢都會帶埋佢一齊走。所以會跟住佢先生一齊。每一人一半，即係下一啲出喺嚟。應該唔會嘅，因為我哋都希望佢完整嘅，冇理由一半佢一半我哋嘅。係好奇怪嘅樣。其實有啲咩係準備咗同阿 Ann 陪葬㗎？其實因為佢係火化啦，所以盡量都係用簡單嘅嘢，譬如佢日常中意嘅衣服啦，有啲佢嘅首飾啊，都係啲好簡單嘅嘢。咁都係呢啲係心意嚟嘅。我相信，因為佢哋講因為要火化嘅咧，唔可以太多雜質，希望盡量都係。火化完係攞翻佢嘅灰，咁唔希望太多雜質嘅。
會唔會有啲法事會幫阿 N 做？即係點樣打？基本上佢係入咗基督教㗎啦，咁所以要做嘅嘢我哋都到呢個為止，冇任何要做嘅法事。會唔會成日嚟愛多啲都係呢個儀式上嘅嘢，我諗唔着重亦都唔需要咯。或者會將佢用佢命名嘅一筆嘅款項去捐咗某一個慈善機構，可能會，但係為用佢命名嘅一個基金會，我諗唔使，亦都呢個亦都唔係 N 所願，因為佢好怕麻煩。會有冇發過到而家嚟講咧，阿 N 仲未入我夢啊，所以我仲未知道佢而家去咗邊度啊。咁我諗相信7日後到啦，應該會知道㗎啦。其實喺 N 發病期間咧，有冇試過一刻想即係唔想再生？呢個我係絕對好想更正一樣嘢，因為曾經有人有報道講過話佢好想安樂死。香港冇呢條法例嘅。咁我諗相信每一個人喺最辛苦嘅時候，都可能曾經會講嘅，唉，不如俾我走啦，咁樣就會有個咯。但係佢話要求醫生俾佢安樂死，因為香港冇呢條法例。咁佢亦都冇咁樣，佢亦都好堅強，從來冇講緊呢樣嘢。佢只係話啊，好辛苦，即係不如死啲啦，不如俾我死，即係咁樣。呢個係只不過係一個，我諗每一個人喺我哋好辛苦嘅時候，我哋都會咁嘅，有個咁樣心咯嚇。差唔多啦，大家。基本上出邊咧就預備咗有啲 buffet 招呼大家㗎，希望你哋可以食飽嘢，工作還工作，必須要照顧咗自己嘅身體，照顧咗自己嘅肚係最重要嘅。喺呢段時間落嚟咧，辛苦你哋，亦都多謝大家嘅合作。唔好令阿 N 老細咁麻煩。咁我諗呢件事結束就到今日為止。我嘅説話亦都係到今日為止，我會談阿 N。亦都到呢個為止會結束。以後落嚟嘅咧，大家睇問我，我會工作嘅時候我會講，阿 N 嘅事我就唔會再提，因為我唔想佢嘅家人、佢屋企，無論我媽媽或者佢丈夫、佢仔仔會再受呢樣嘢嘅困擾，所以之後我唔會再講嘅。之後阿妹就翻去食解穢酒，雖然
大中文金曲咁多年嘅製作咧，自己係體會咗好多嗰啲歌手嘅專業嘅。頭先講嘅華仔係一個啦，另一個就係妹姐咯。妹姐有一年我唔記得係咪攞鑽石偶像大獎啦。咁嗰一年咧，我就好多時做10大中文金曲咧，除咗負責製作之外咧，係要做歌手嘅統籌同埋接待。尤其係一啲大嘅歌手，即係當佢嚟到嘅時候，就會去到紅館嘅後台，咁架車泊過嚟之後咧，咁啊會接佢噶嘛。咁嗰一年咧就我出去接阿妹姐啦。咁一接妹姐嘅時候，我已經見到佢咯。佢雖然化咗妝咯，但好明顯面青口唇白。跟住咧，一摸佢嘅手嘅時候咧，係冰凍。咁行咧係行得咧有問題。咁但係嗰陣時佢未有重病，即係只係咧佢嗰一晚咧身體嘅狀況好差。咁我就扶佢入去啦。跟住一路咧問阿妹姐，妹姐你頂唔頂得順㗎？你淨見到佢咧，好似個感覺咧係有啲虛脱嘅。根本你係冇可能想像，佢仲要幫我哋唱一 part 表演喎，唔係一隻歌喎，係一 part 表演喎，仲要係勁歌熱舞嘅喎，但係隻手凍到咧好似冰咁樣喎。咁跟住工作人員俾咗啲熱水佢飲完之後咧，咁我哋已經再問啦，因為我哋好驚咧，佢會唔會上咗台之後咧會暈低？真係有可能發生嘅喎。咁好啦，咁我哋再問阿妹姐嘅時候，妹姐話得㗎啦，我頂得順㗎啦，我會頂到㗎啦。司儀開始介紹妹姐上台啦，咁妹姐都係啦，咁樣嘅，隻眼都擘唔大。但係一聽到咧梅艷芳嘅時候咧，跟住佢好似咧如有神助咁樣，好恐怖。隻眼擘大，跟住佢係仲可以咧自己行上個台，跟住就開始咧勁歌熱舞啦。我諗嗰度都有成7-8分鐘，我哋已經成班好驚咁樣咧，即係總之咧見到佢咧喺台上面咧，仲要又唱又跳咁樣咧，已經係咪得㗎？咁好啦，當成個表演完咗之後咧，妹姐落翻嚟啦，係落到嚟，佢係縮低個頭行落嚟呢一個後台嘅時候咧，根本佢已經開始企唔到。我哋係要即刻上前咧，係要接住佢，即係佢變咗佢係用晒佢所有嘅能量咧，就喺嗰8分鐘裏邊，正完全我哋理解唔到嘅天王巨星嗰種嘅專業精神係可以咁樣，亦都令到我哋啲工作人員咧，每次見到譬如妹姐呢天王巨星嘅時候咧，我哋點可能唔會敬畏嘅？大家好啊！我好似係第一次喺呢個場度做嘅，所以咧未感染到個氣氛會如何啊？睇下大家好似唔係好夠 hot 喎，但係一間唱得幾長係睇你哋啊！如果唔係我10分鐘就翻去嘅，可能前面嗰啲咧今日好輕鬆嘅 party， 大家可以都得㗎，冇乜所謂，唔好淨係後邊嗰班啦。你哋前面都可以玩。多謝今日嚟同我呢個梅艷芳玩呢個 party 遊戲，希望今晚有一個愉快、開心嘅晚上。Thank you。以下落嚟咧有幾首歌咧係我自己幾中意嘅。其實咧我今日狀態唔係話十分好好，不過我見到你哋嘅話，我就好好㗎啦。聽埋你哋啲聲嘅話咧，我就好晒噶啦。如果你嗌多幾錢咧，我直情係超人添啊！前邊咧，其實呢度咧，而家啲新發明好犀利嘅，有咁大個 mon， 驚你哋咧有陣時發台灣唔記得歌詞都有得睇嘅。不過我盡量唔用嘅。雖然我頭先你又唔記得歌詞，不由佢 live 嘛，現場唱就係咁噶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哋買唱片咧係咪啊？使乜聽現場啫？梗有啲瑕疵嘅，例如啲聲有少少棘棘地啊。係㗎，你聽下邊個冇啫？不過外國演唱會咧可能冇，因為佢哋通常都係咪明嘅。梅艳芳，一个在华人地区几乎无人不晓的名字。她的百变形象为人津津乐道，她的出身、崛起以至成名，都可以说是香港乐坛的一个传奇。她的歌、她的戏，不但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为她的演艺事业履添殊荣。她的感情生活更是大家关心的焦点。
能够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殿堂级艺人，梅艳芳的成功之路走来绝非轻易。入行10多年来，多少成功，多少遗憾，梅艳芳都会一一细说。说真的，有很多时候是很累的。可是做我们在幕前的工作人，我们不能弱，可是我们一定必须要给人家一种很有生命力的一个前线的人，因为我们都必须要告诉别人，很多人都看见我们走的路，然后他们给他们信心，给他们的一个模仿的对象啊，所以我们永远是走在时代的尖端。我们必须要做得很好，很有活力的，永远保持一个很精神的状态，很好的状态里面，然后最好的一些给人家看到。所以虽然有时候我们会生病，我们也会有不舒服的一面，可是永远不能够在观众面前露出这个样子，这个也算是压力的一种了。我觉得形象来说，那个时候刚刚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自己去发挥，也很好。我认识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刘培基，他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同一时间他让我知道那个什么叫 affection， 颜色的配合啊，让我在那个形象上面可以玩，也不会觉得很过分了那种。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辩护的，别人讲就讲了。我有机会的话，我就用一个真实的方法告诉别人我没有。然后那艾迪呢跟我讲，一不做二不休，要是不做要做大一点。我没有想过那是那一种啊。我说好啊，大胆一点。哪一种大胆啊？我说你没做过那些啊，没做过那些，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穿那个那么性感的东西。然后他说，然后他给了我那个衣服，我想了好久，那个 size 啊非常大啊，其实不可能啊。我告诉我自己，怎么穿呢？拍完以后怎么办呢？因为 Eddie 那个时候嘛好凶呢，他讲义你不能说不行不能，我说好，我试试看吧。那拍得出来，他觉得会那个效果很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讲，哇，怎么可能？可是我希望人家讲的一些是原来梅艳芳没有那个 tattoo， 没有很干净那个手，我希望是那个感觉，可是出来效果是完全相反了。他会梅艳芳会走性感路啊，梅艳芳什么。之前有人讲过我没有身材啊，觉得突然间哇，那个我告诉你，那个是错觉，不关我事，那个是摄影师的厉害而已。钱 money 啊很重要，可是不是最主要呢？我从小我对钱这个概念呢，就是有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多。有太多了，我会觉得我不会去珍惜，因为你给我100块钱、1000块钱，我都是这样，可能突然间不见了，我会不晓得放在哪个皮包。我喜欢能够够用，能够有一些剩下来就好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7、8岁的时候，因为不晓得忘记了怎么样，有人给100块给我，我可以借了90块给人家，然后自己剩下10块钱，然后人家会问我，你为什么不留给自己90块，然后借给人10块钱？我觉得我10块钱够用了，然后他会有90块是他需要，可能生活上面有需要吧，然后我就会给人家90块钱，所以好像我在这一方面呢没有太大的理想，或者说我对数目字来说呢并不敏感哦。
也不醒目，人家说我有一点蠢的样子。其实对我来说也太多的钱不算是好事。那当然不能够没钱，没钱就什么都没了。就是说可以生活，能够照顾我的家人，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的话，对我来说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我有一天去的时候，钱对我来说是什么都没有，那只是一个数目字。我希望能够做到呢，是我如果真的不在那个世界上面，那个钱还是可以有在社会上可以运用啊，给一些人啊，我可以帮助人啊。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希望到目前为止，我不希望为了钱我去，还有很紧张，每一天我要钱，要生活这样子，能够活就好了。作为一个在乐坛的人呢，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竞争好大，不算一个良性化的竞争，然后现在不是歌手跟歌手的竞争，那是公司跟公司的竞争，他们是像以前我们6年前、7年前的日本的做法，是找一大堆人摆在一公司，然后看谁能跑得出来，你们谁跑得出来就做谁。可能他们的那个艺术生命啊会很短暂，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经历一些什么，就已经捧到那边上面去。然后他们如果真会跌倒的话，一跌就会很痛，就会爬不起来。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些残忍的方法，也希望现在的歌手要大家要保持清醒，不然让一些现在的状态让迷糊了，因为很容易就让自己会觉得哇，我是 superstar， 然后我人前人后很多人蜂拥，那是幻想，那是假的现象。有真实的才华才能走下去，那个才是你最后的赢的东西。我觉得不要因为我一时好多人叫我的名字，然后心就迷了。不要，我想每一个人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做到那些的时候，应该让自己更努力，走下一条路，这个才是比较对的形象。我觉得那个唱片公司捧你，那最好他不捧你的话，你就没了。要保持自己的实力，才是最有增值的价值。以前呢，很早的时候，比如说18、20岁的时候，我就想到28岁结婚，然后30岁生个小孩 ，perfect。然后30岁过后嫁不出去，觉得很灰心的，就觉得婚姻是没有保障的，没有安全感。其实是不是结婚，男孩都可能会跑。现在我换回来看，也不是那么想。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去到某一个部分呢，会有不同的想法。现在对我来说，我对婚姻有没有信心不一定有，很有信心。不过我不甘心，我非要会结婚不可，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够尝试呢？我能够尝试那么多的东西，我能够克服那么多的东西，那婚姻不一定我们想象那么悲观的吧？如果我们尝试过的话，最后都是失败了，那是没办法。最少我们尝试过，我们去爱过，我去认真去爱过，我去付出过，然后最后大家还是合不了的话，那是命。但是现在我不认命了，我希望每一件事情
把握都在我的手上。我希望我对将来的婚姻还是有信心的。演艺圈那么久，如果你问我哪一段时间是最难过的，我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真的不晓得，真的不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我都不会记得那么清楚，无论是好的不好的，我都是往前面看，后面呢忘了。其实人生都是这样子的，不要老是回头望，都会觉得以前走过有多少辛苦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不要记着。人生是很短，你要开心，你要过程是最主要的。我们拍戏的时候，我们都很辛苦，那个是过程里面你会尝到一些东西，但是就是很好的。如果现在有这个愿望给我，我许个什么愿？我要做另外一个人，因为我觉得没法不好玩，做其他的人。我想尝试做一个重新再做一个人，不要再经过几岁啊！我讨厌那个时间，长大一点，10几岁开始给我重新再做一个人，不要这个脸。不要以前的事情，做一个人，蛮好玩的。
靚唔靚啊？呢件衫除咗令我靚有自信之外，其實佢入邊仲包含咗一份濃濃嘅友情，令我暖在心。着喺呢件衫，我覺得好溫暖。呢件衫係我形象設計好多年，我嘅好朋友劉培基今晚為我設計嘅。呢首歌咧就係我綜合咗咁多人嘅意見落嚟咧，會加嘅呢隻歌嚟嘅，睇下係咪你哋嘅心水歌先。我厭色單人匹馬，勝過萬鐵月華。唯獨是天之角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貴豔麗到底，顛倒眾生摧毀不費收，你做我的愛。唯獨是天之角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貴豔麗到底，顛倒眾生摧毀不費得，我豔如天才。唯獨是天之國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貴豔麗到底，顛倒眾生摧毀不費收，你做我的愛。唯獨是天之國色不可一世，天生我高貴豔麗到底，顛倒眾生摧毀不費得，我豔如天才。我平時是我大地。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现在非常的高兴跟田震姐姐一起颁奖。哇，哈哈，阿飞你有点太客气了。没有，我觉得今天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颁发呢是一个港台最受欢迎的歌曲奖。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歌手真的很厉害哦。对，不但能唱，还有能自己写歌，非常了不起。写歌还有写词，真的很了不起。这也是我发展的方向，可是我实在是太没有才能。怎么说？你这样的话，我不站起来。好吧，我们马上去看一看我们入围的应该有几位歌手，好不好？我们看看后面的大荧幕。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天空上红叮叮当叮叮当。希望新嘅一批嘅樂壇精英分子咧，繼續努力做好啲我哋香港嘅音樂。多謝。我都好希望以後都會唱多啲好歌，回應所有喜歡我哋嘅朋友。多謝。不過妹姐呢日咧就強顏歡笑，因為佢啱啱過咗個傷心情人節。我啱啱有隻狗咧，就係喺幾日前咧就過身，咁其實佢係血 cancer。愛犬阿叻過身，一向堅強嘅妹姐咧，竟然冇膽送佢最後一程啊！我唔敢去見佢，咁啊一路助手同我通住電話，我同個醫生即係繼續大家聯絡住啊，即係睇佢情況如何咁。到佢走嗰剎那咧，就我屋企嘅工人喺度陪佢，同埋我助手喺度陪佢，咁佢哋都喊到飛起咯。咁我自己我淨係匿埋咗，唔敢見人添喎，其實。冇晒心機嘅妹姐，除咗呼籲動物捐血咧，仲勸大家珍惜同寵物嘅緣分添。如果你屋企咧都有一隻人見人愛嘅寵物咧，就快啲嚟參加報名啦！歌星張國榮夜晚喺中環一間酒店墮樓身亡，終年46歲。警方話，張國榮夜晚6點幾喺中環文華東方酒店由高層平台跌落樓之後，被送到瑪麗醫院。佢多位親友都到醫院了解情況。警方話喺佢身上揾到嘅遺書，話死係同感情有關。張國榮喺70年代參加歌唱比賽得到亞軍，晉身樂壇。佢得過最受歡迎男歌手同榮譽大獎等等。入行20幾年，佢演出過幾十部電影。舊年主演嘅《異度空間》獲提名今屆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結果仲未揭曉。佢以前都曾經奪得過香港金像獎同影評人協會頒發嘅最佳男主角等獎項。張國榮曾經封咪退出樂壇，開過告別演唱會，之後又再復出。另一位大家都同樣擔心嘅妹姐就已經振作起嚟，重新投入工作。哥哥走咗，到而家啱啱1個月。從我開始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到今日可以話係我人生有幾大嘅考驗，又好痛好痛好痛，個心唞唔到氣，嗰一口氣，個心好似麻痹咗，冇知覺，仲好憔悴。但佢身邊好多朋友一路話俾我聽，唔好你一定要企翻起身。今日我哋見到香港陷入一個好難嘅困境。如果哥哥喺度嘅話，佢會企頭行出嚟，第一個會話俾我聽，唔使驚，呢個難關嚟嘅啫，我哋一齊度過。如果上天有靈嘅話，希望佢保護我哋，保佑我哋香港快啲去度過咗今次嘅難關。
由於唐先生一直係傳媒嘅焦點，所以記者會正式結束前，哥哥嘅屋企人陪佢提早離開，避免引起混亂。而妹姐就繼續同傳媒講翻一啲哥哥嘅往事。因為我同佢一齊有過20幾年，從大家都0開始，乜都冇。大家嗰陣時坐機仲係坐經濟客位，好辛苦。我哋住嘅，佢出去表演嘅時候住嘅房間都唔係話一啲靚嘅套房，都係一啲好雜嘅地方。我哋咁樣捱出嚟，佢其實根本就係俾我嘅親人，可能感覺就係多咗一份更加親嘅感覺。因為佢了解我，可能多過我親人。有電影公司想開拍哥哥嘅傳記，妹姐表示有難度，佢亦提出一個要求：要拍哥哥談何容易啊！邊個真可以做到佢？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希望佢好好地去正面去講哥哥啊，就唔好嘩眾取寵啦。最後記者問妹姐有冇慰問過唐先生？授權俾我哋出版今年幾？大家都明白㗎，而家最好嘅俾佢嘅藥治療方法咧，就係等佢自己去靜靜地去生活。太多人喺佢出咁轉或者佢屋企，係咪真係可以幫到佢咧？唔係，因為實情以後佢嘅人生都係即係堂堂都要面對。咁不如俾佢諗下佢繼續落嚟應該想點樣？我哋都希望傳媒真係唔該啦，即係放開佢哋啦，真係唔好再煩啦。我諗哥哥在生之前已經夠啦，我覺得你哋已經夠啦，即係而家放我佢屋企人啦。咁請會長胡艷芳小姐同我哋講下呢個撮狀行動嘅因由，好嘛？大家午安。其實咧初我同阿天霞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初開始咧，我哋唔係話諗住教育嗰樣嘢，係諗住點樣去幫一啲細中嘅家庭去渡過佢哋嘅難關。咁好快脆呢幾日咧，我哋睇到電視啦，譬如工商界咁已經一發動就已經有千幾萬，咁就為咗細中嘅家庭而去有咁大嘅款項可以俾佢哋提供咗，俾佢哋有機會作為一個援助。咁我哋即刻諗下，咦，其實我哋都係想幫人嘅啫，用唔同嘅途徑，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其實大家見到香港而家咧好多唔同慈善嘅機構啊，或者唔同嘅界別嘅工業啊各方面咧，大家都好盡力去籌款啊，去幫助一啲需要嘅人。咁我哋諗緊咧就係話，其實一啲譬如話病逝中嘅家庭又好，或者啲康復中嘅家庭又好，其實佢哋嘅子女個教育問題咧，我哋都覺得係值得我哋關心嘅。其實我哋只係希望作為一個帶頭作用，大家見到後邊好多嘅磚，正如我哋所講，希望可以拋磚引玉，可以引起社會各界人士嘅關心。希望大家會關心係俾多少少愛心啦、關心啦，同埋帶出呢個信息出嚟嘅。我自己個人俾感到一啲幾光榮。我作為香港人，真係無論香港或者係中國內地又好，或者甚至台灣有事嘅時候，發動得最快籌款嘅咧，都係香港。所以今次呢件事件，我諗我哋更加要積極同埋團結，希望呢個疫情可以快啲去過，同埋希望可以大家手挽手、心連心地，大家去渡過呢個難關。今日我哋所要帶出嚟嘅，希望呢個係正面嘅信息。我諗嗰個錢嗰個問題，而家唔係好多，
但希望大家社會人士可以熱心地，無論有呢一分錢或者一分力，只要你哋捐咗1毫子都好，呢都係你哋嘅愛心，可以傳達到俾好多需要嘅人，俾佢哋一分嘅力量，呢個先係最重要。所有嚟臨嘅演藝界人士，包括記者朋友，進行咗即場嘅募捐，一共籌到3000多元嘅善款啦。因為呢次咧，其實係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梅艷芳小姐發起嘅一個行動嚟嘅。咁原本病嘅人嘅時候係好脆弱。如果你俾佢有少少嘅愛心，或者只係一句嘅問候，可能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支強心針。咁同埋喺呢度咧，我藉住呢個機會嘅話，我諗我哋全香港人都好感激所有醫護人員，因為佢哋真係攞佢哋命出去搏。呢99音樂會由0到而家只係用咗3個禮拜，我哋做得好唔好啊？你哋開唔開心啊？但係其實我哋呢個支持係並未足夠嘅，我哋仍然需要你哋嘅捐書，記住打1872323。我哋而家宣布最新嘅捐款數字已經超過1500萬。多謝晒。仲有，我哋全世界捐書係未計嘅，所有全世界睇緊呢個音樂會嘅朋友，記住可以上以下呢個網站。仲有朋友，今晚唔少得嘅係邊個啊？梅艷芳小姐，我哋嘅音樂總監。大家記住，今日1比99音樂會好成功，但係只係我哋第一步，有前後台嘅參與先有今日嘅成功。你哋嘅參與令到香港更放光芒。我喺度宣布1比99音樂會圓滿結束，多謝。去請成撞呢件事嘅人咧，佢出心出力出錢出埋地方添，咁啊，所以咧愛心大使咧，其實佢都有份嘅，即係霆鋒出埋嚟影相啦。咁其實霆鋒幫你手做過啲乜嘢咧？佢咧就佢個人係比較奇怪啲，佢做嘢咧就好中意成日都要話好低調，佢又唔中意出面。咁我話咧，霆鋒你有陣時做嗰啲嘢咧，你一定要，你係一個偶像歌手，你係一個年青人嘅榜樣，咁你都要做翻啲嘢俾年青人知道你做緊咩先得㗎。應該做嘅嘢就做，就唔好話我想低調啲。你越係低調嘅話，就要將你所有嘢都抹殺晒㗎啦。咁我覺得佢家姐有餘啊。我都覺得如果佢即係，我覺得佢，我好了解，我幾了解佢，因為我都係好似佢嗰年齡嘅時候咧，已經出嚟做緊嘢喺呢個社會度，佢亦都係受咗好多個社會上面嘅壓力，好多負面嘅嘢對我。咁所以佢啲小朋友嘅心態咧，我諗我幾了解咯。所以我會當係佢，我係我細佬咁。咁啊，當佢細佬咁樣，我就易教啲啊嘛。我識佢咧，即係講真，佢唔係一個咁壞嘅細路仔嚟嘅，佢只不過係即係唔知點去表達。即係例如我初上去咧，係時候大家都以為我好壞，因為嗰個只不過係 image 嚟啫，唔係我實情，係我本心嚟嘅。我而家就睇通同睇化係兩件事，化咧就係悲觀嘅嚇，咁我係睇通件事，我知道件事係好辛苦，咁但係點會令呢件事會好啲啦，會有好轉咧？咁我哋就要從一個積極啲嘅態度去睇咯。
3點20分左右，妹姐同楊紫瓊一齊嚟到，個個為爭住影妹姐，情況幾混亂，佢差啲落唔到車。妹姐一落車，佢嘅助手即刻扶住佢，而佢亦拖實楊紫瓊行入酒店。現場見佢精神都唔錯。記者會首先由一班好友一字排開打頭陣，最後先見妹姐出現。各位傳媒界朋友，午安。近日嚟咧，我覺得幾煩擾嘅，因為好多各界人士咧對於我身體好關心，我健康嘅所有一切好關心，但係亦都出咗好多嘅揣測，好多嘅問題，令到我覺得我好煩擾。喺我自己覺得嚟講，病唔係一個最令人頭痛嘅事，我係覺得人言可畏。點解喺未證實所有嘢嘅時候，傳媒會幫我作咗咁多嘅揣測出嚟嘅？其實我一路咧都唔想公開我自己嘅病況，我唔覺得話病情唔可以講俾大家聽，而係喺呢段時間，我收到好多朋友，我嘅歌迷嚟自不同嘅地方寄俾我嘅信，佢哋哭住、喊住咁問我，究竟你真係有咩病？佢哋好擔心。仲有嘅就係我屋企有個年老嘅媽媽，我連佢我都冇講到，因為其實喺我覺得呢個病我係會可以打得低佢，我深信我可以醫翻好，我深信喺好短時間之後我會好翻。我唔想我嘅朋友、我嘅歌迷、愛我嘅人為我擔心，所以我冇將呢件事擺在我心入邊。雖然我係一個病人，但係我覺得咁繼續落去嘅話，我覺得會係一個好恐怖嘅結果。我每日喺我屋企望落樓下5、6架車、7、8架車，好多你哋嘅記者朋友衝出馬路影相，我唯有唔出街，但佢哋繼續喺度對住你哋，可能係一種危險，因為我驚有交通嘅問題。對住我屋企嗰啲周圍嘅隔離鄰舍，我覺得會製造咗佢哋好多嘅麻煩，我感到唔知點算好，我好彷徨。其實我要繼續去醫治，要治理呢個我病情，但係礙於我真係出唔到個街，我冇去醫度。問題只係一個，我唔想因為我一個人去令到整間醫院所有嘅病人去感到煩擾，令到佢家人會覺得好唔開心。因為我已經係好好嘅一個人辦，我係圈中人，我要承受呢個壓力。但有好多醫院入邊嘅病人，佢哋唔應該嘅，所以我唯有我暫停我嘅治療。我諗大家好想知道究竟我有咩病，係咪？我好平靜咁話俾你聽，係我有癌症。我有子宮癌症、子宮頸癌，但係屬於一個良性嘅，唔係去到末期未死得住。大家唔好好似日日喺下邊等消息，就等我哋死咁樣。我覺得究竟你哋係出於關心啦，定係只係出於一種八卦心態？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嘅朋友都會係一種關心嘅心態多啲。我今日又見到一班嘅歌迷不停咁寫卡俾我，
佢哋已經成個禮拜冇瞓覺，就係因為你哋嘅報導，佢哋好擔心，佢哋要揣測究竟我已經係病到起唔到身。我今日行出嚟就話俾佢聽，我仲好強壯，雖然係瘦啲。好啦，我又撐咗出大海，翻返嚟先。過去幾個星期咧，傳媒界嘅大肆渲染咧，已經唔單止令到我身邊嘅朋友啊，所有嘅歌迷啊好擔心啊，甚至我連到我媽媽，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唔公平，對於佢哋嚟講。頭嗰幾個月嘅治療嘅時候，我後邊呢班朋友仲未知，因為我冇打算同佢哋講。我頭先講咗，我會諗住自己去打勝呢場仗。但係終於原來人呢，我發覺人與人之間，如果多一份關懷、多一份關心、多一份嘅支持嘅話呢，嗰個先係最大嘅力量。終於我決定，我話俾我班朋友聽，當佢哋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佢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可以做啲咩嘢，可以令你更加健康。有人幫我煲湯，有人幫我煮餸，有人幫咗我好多嘢食，有人幫我揾咩醫療對我好嘅。呢啲係咩啊？關懷，係佢哋嘅力量，令到我今日我再可以企喺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從來未驚過呢一場仗，我一定會打勝。就因為我所有嘅朋友，我唔會辜負你哋對我嘅期望。我嘅歌迷，我亦都唔想你哋每日以淚洗面，唔使再擔心。我唔係一個弱者，雖然我係一個病人。我選擇今日講咗出嚟嘅話，就係我會繼續去治療我嘅病。我亦都唔介意，我都冇諗過你哋唔會再跟我。但係喺我心入邊嚟講，我已經放低咗呢件事。我覺得如果你中意去跟嘅話，你哋去跟咯，你哋跟一個病人咯，冇所謂。但係只係一樣嘢，我要求大家唔好騷擾到其他嘅病人，呢個係我嘅要求。作為一個病人呢，係應該好平靜地去接受一個治療。不過我諗我冇呢個平靜嘅機會，我唯有我自己話俾自己聽，我心境要平靜，任何嘢都唔會動搖到我信心。今日除咗我一班好朋友俾我 support 之外，其實我仲好開心，就係話我嘅一班嘅工作嘅夥伴將會落嚟，我繼續會工作。我係一個專業嘅藝人，面對住你哋嘅時候，每一次我行出嚟，你哋仍然會見到一個精神奕奕嘅梅艷芳。我仍然會做我一個專業嘅一個歌手。所以我今日好開心，就係話11月我將會做演唱會。我將呢件事話咗俾張耀榮先生聽之後，佢話唔緊要，阿妹，我 support 你，只要你身體好翻嘅話，我哋幾多場都做。張生係咪啊？係一定係。係啦。17號買飛啊！17號買飛喎，跟住咧，仲有就係我巡迴表演嘅金港城我監製，佢話唔緊要㗎，我哋繼續會去傾。我哋巡迴表演，我啱啱咧就簽咗一個瘦身嘅廣告。我哋個老闆娘話，雖然你好瘦㗎啦，不過已經，但係都係仍然好靚，所以我哋都會繼續 support 你。唔緊要，因為佢係大家都知道女人心，最緊要係得到支持，所以多謝 Joyce。Anyway。今日我諗我要講嘅嘢，我唔想講得太多。我諗要交代嘅嘢，大家亦都好清楚。我希望大家唔好將翻去，再將你哋嘅又再剪過一個唔知咩版本出嚟。我希望你哋可以原原本本咁播翻晒
我頭先所講嘅嘢。希望記者、文字們嘅朋友，希望你哋寫翻一個真實嘅，還我一個公道。同埋繼續落嚟嘅日子，我仍然會做我嘅治療。我會希望我好快可以起翻身，做好多嘢。你哋唔需要為我擔心，但亦都唔需要太過分嘅渲染。報導一個事實，你睇住我慢慢點樣打成呢場仗。多謝大家。fans 等咗咁耐，終於有回報啦！睇見妹姐落車現身 ，fans 們即刻群情洶湧啊！睇住唔該啊！回應潘小姐。原來妹姐已經有10年冇做代言人啦，再加上患病嘅消息傳出，所以今次簽約儀式好轟動啊！好啦，咁啊，妹姐而家嘅身體狀況就令好多 fans 擔心，但係妹姐依然積極樂觀咁去面對。平凡真係是福嚟嘅喎，即係唔會太多嘅起伏咧，其實係好嘅喎。即係當我哋佛家講咧，因為我係佛教徒，我哋成日講好似一個平凡嘅心態、平常嘅心態咧，係最開心嘅。簽約儀式完畢之後，喺大批 fans 包圍之下，妹姐就坐車離開啦。喺患病消息傳出之後，身經百戰嘅梅艷芳並冇停止手頭上嘅工作，佢企喺鏡頭面前風采依然。大家睇到我咧，不但止冇瘦到，仲肥咗啲。我肥咗幾磅啊，所以我諗大部分嘅歌迷你哋唔使擔心咯。有你哋嘅支持，你有你哋嘅念力嘅支持嘅話咧，我好快會冇事嘅啦。唔好話歌迷啊，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唔想妹姐有事。我諗大家睇到我咧，應該放心好多啦。係啊，好精神啊，妹姐。進展良好啦，同埋係連醫生都講係一個比佢哋想象中更快啊，好奇蹟嘅一個嘅療程咯。即係佢哋冇諗到咁快嘅，咁可能係我相信係朋友嘅鼓勵啦，一啲我成日相信一種念力嘅，因為好多朋友一齊俾念力我咧，咁支持咗我咯。咁會唔會而家要食好多藥咧？我都唔使，唔會啊，即係湯水就好多，10幾壺湯。湯水好多湯水，即係好多朋友煲湯水俾你飲。係啊，大家身體健康啊！雖然妹姐要休養，但係佢嘅工作量仍然係有增無減。就會拍張藝謀短嘅《十面埋伏》喎。其實呢件消息係咪一定係落實咗嘅咧？如果如無意外，應該係落實，同埋佢哋張導演已經開緊工㗎啦。佢哋去咗烏克蘭拍緊前嗰段，咁我就將要會12月嘅部分先至會join 翻佢哋嘅。咁啊，其實咧佢又報紙話即係做咗一個女俠嘅角色啊，其實係咪啊？使唔使有好多武打場面咧？有武打場面，不過就我怕唔知使唔使咧，我未知。即係驚唔驚會好辛苦咧？我唔怕，我都打慣嘅以前。即係雖然我哋未成龍嗰啲咁真打啦，但係都 OK 嘅，應付到嘅。嗱，今次咧就會同華仔合作喎，係咪啊？即係都有搞一段時間冇同華仔喺戲裏邊合作。係啊，同埋古裝添啊。古裝。我諗會大家幾期待啊睇啊。除咗拍戲之外，仲有大把工作等住妹姐上陣。即係嚟緊咧，就會去日本咧拍呢個電視廣告添喎。係啊係啊。會去幾時去，或者會去邊度嘅咧？我哋大致上而家咧就諗住去 Kyoto， 即係京都。咁因為佢話佢度有啲即係有啲嘢係好古色古香，好有代表嘅一樣嘢啦。咁好似我咁啊，有代表性喎。係啊。咁暫時我就知道咁多嘢。哦，即係幾時未去拍就未知。咁嚟緊係妹姐就會有演唱會啊，其實演唱會啊彩排情況係點樣咧？而家未有彩排啊！因為仲寫緊譜喎，因為今次係管弦樂團啊，要寫譜都需要好長時間嘅，需要2、3個月。即係揀緊歌未咧？開始揀完晒啦，應該係。即係會係唱翻阿妹姐啲經典金曲。
多數會係我經典金曲，不過人哋嘅經典金曲我都會唱。咁我知道啦，問個學友啊，好多歌星咧都話咧會支持你嘅演唱會啊。其實你會邀請邊一位嘉賓會出席你嘅演唱會咧？我都邀請，你哋有時間就希望個個上嚟玩啦。即係我諗，如果作為一個觀眾嘅話，梗係見到多啲歌手嚟玩，梗係最好啦。咁我會邀請晒我嘅朋友咯。即係所有識得嘅都會邀請嘅。咁12月10號啦，妹姐生日啦，咁會唔會有好大事慶祝咁樣咧？今年除咗同歌迷聚會之外，我自己就唔會點樣搞咧，因為我覺得冇咩好慶祝咯。即係一個03年好多唔開心嘅事發生，咁我覺得或者我嗰日會食齋添，或者會早一日食齋添，都會約埋一班朋友一齊去。係啦，係啊。咁我哋希望妹姐身體健康，繼續工作，俾多啲好嘢我哋大家睇。唔該，妹姐。大家都要身體健康啊！真係好開心，就係我想講俾大家聽，我嘅健康嘅進展係良性嘅，即係越嚟越好啊！真係天大嘅好消息啊 ！fans 咧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啦，淨係睇妹姐開香檳嗰個貪玩樣啊，同埋大家開玩笑，就知佢嘅狀態唔錯啦。我唔敢講啊，靚係啊，不過靚絕對拉車邊都拉唔到人。我可以㗎，我幾型嘅。妹姐一直意志堅強，患病之後咧仲不斷做嘢，今次咧做美容公司嘅代言人，係咪想話俾大家聽佢仲好健康咧？咁啱啦，大家合眼緣啦，即係佢又覺得我啱，即係做佢代言人啦咁樣。咁亦都希望我之後會多啲人去做翻運動啊，入翻去健身室啦，做翻運動啊，咁都幾好啊。但係譬如做呢個代言人，有冇啲咩限制？有啲咩係一定要你做，一定唔做得嘅？冇嘅喎，我嘢係照食嘅喎，又唔使話禁食嘅嗰啲嘅喎。會唔會食翻啲咩補品咁樣，即係養住自己靚？我冇食補品㗎，因為我血不受補㗎。我只係食一啲比較譬如話燕窩，我會即係最補㗎啦。燕窩係其實係滋潤嘅啫，滋潤性嘅嘢我會有食，到處補品我會好少食。妹姐話歌迷對佢嘅支持令佢好感動。我覺得有啲唔係淨係我歌迷嚟嘅，有啲可能係路過一啲嘅街外嘅普通嘅朋友，咁但係佢哋一份心意，我收咗好多嗰啲 fax 我係電台或者電視啊，俾我咧係一啲可能係佢即係佢寫明嘅，我唔係你歌迷，但係我係同你一齊長大嘅一啲朋友咁，即係佢話最要照顧身體啊咁，即係你好 warm，你覺得原來喺街撞面嘅都係你嘅朋友嚟嘅，好開心咯。但係呢排咁忙拍唔拍？譬如屋企人媽咪啊嗰啲會擔心你冇時間休息。我之前我就係唔講嘅原因就係擔心我媽媽，因為佢81啦今年，咁都專佢幾得喎，做 tough 喎，佢話翻俾我聽話呢啲嘢要食得啊，嗰啲唔準食啊，嗱雞皮唔好食啊，咩啊，肥嘅嘢唔好食啊，即係佢會用一個好幾正面嘅嘢話俾你聽，我好開心就係話，即係佢都係雖然又係老人家，但係佢都係用一個好正統嘅眼光去睇啊，唔係話好 upset 啊，人好即係成日喊住口嗰啲，唔係嗰啲嚟嘅，佢好 tough 㗎，真係。妹姐入行20幾年，除咗贏得一班歌迷嘅支持，仲有一班好朋友對佢不離不棄。喺呢個 moment 咧，佢哋會突然間寫好多信俾你啊，寫好多卡俾你啊，揾好多資料俾你啊，應該做啲乜嘢啊，點樣正常啊，點樣保持心境要開朗啊，即係好 support 你嘅，咁你個人覺得好開心嘅，原來好多人呢個世界上有好多人支持自己嘅，咁就係覺得不再孤獨啦，我覺得就係。嗱，今年咧有少少特別咧，就係大家都知道我身體咧就麻麻地啦，所以今年咧就唔準備唱歌嗰環嘅。咁我哋將佢變成傾偈，好，見到你就得㗎啦。咁因為咁多年咧，其實我諗大家對梅艷芳嘅熟悉嘅程度咧都好難啊，好難啊，放心啊。
不過咧話深咧又唔算好深，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差唔多每年先一次做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心入邊有咩疑問啊，盡訴心中情啊，咁啊有嘢問有問一下，有問啦。問題咧暫時咧就不設嘅，即係不設話10題或者幾題嘅。我唔會問嘅，放心，我唔係差佬咁樣。我11月仲會做演唱會，我連期都記唔穩，我11點做演唱會，有冇搞錯？我想今日話個好消息俾你聽，其實我而家嘅康復咧已經去咗80%啦。其餘仲有嗰2年期嘅2成嘅，我諗多數都會喺短期內咧會好翻。不過咧就要需要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咧，要慢慢去身體要去調養啦，因為多謝，我會，或者你哋我會，即係講香港演唱會之後 ，OK。香港演唱會之後咧，我會繼續去巡迴演出㗎，會去美國同加拿大。之後做完巡迴表演之後咧，翻嚟香港咧，我就唞幾日咧，就會飛上去大陸，四川同埋北京咧，就將會同華仔拍10年埋伏呢個戲。啊，你是說演唱會？我去北京的時候應該是12月份，做完香港的東西，巡迴表演以後，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現在還早呢，日期還沒到。北京一定會去，聽說那個時候那個北京天氣非常冷的，是不是？還行吧，好了。你可以的話，到時候你照顧我一下啊。明年2月暫時我哋未 plan 到去馬來西亞，不過有人同我哋傾緊，我哋會盡快，希望喺東南亞度盡量快啲做一個演唱會。OK， 香港啊，文説咧，而家暫時咧會先加2場嘅，呢2日開始咧就會加㗎啦，係。會加到幾多場？我唔知啊，視乎佢哋即係呢個售票情況啊嘛。不過我哋最盡嘅話可以加到10場嘅。我哋而家咧已經係新唱片嘅部分已經係錄音樂，就已經係搞緊嘅音樂。不過因為礙於而家有演唱會有好多嘢啦，咁我諗我嘅新唱片最快可能要到出年嘅年頭先會有。貴精不貴多㗎。電視咧就會將會喺呢個月內咧，我哋將會去日本嘅 Kyoto 咧就拍呢個電視嘅廣告。咁我諗會好快會出街嘅應該。金馬獎他們有邀請，可是那個時間剛剛好，我有工作在身，所以可能不能去。時間上面。差不多確定。今日好似好熱鬧喎，心情係咪極度興奮啊？同我一樣，我未開始唱喺後台等緊嗰陣時已經快啲開場，因為今晚將會好多嘢玩。你哋一玩唔係我，我係表演嘅啫。時間真係過得好快，眨下眼，今晚已經係第8場嘅演出。
都係最後嘅一晚，心情啊，當然係好唔捨得啦。加長啲嘅。呢8場入邊，其實我想證明咗一樣嘢，出邊喺我未做呢個演唱會之前，好多風風雨雨，話梅艷芳有咩嘢有咩嘢有咩嘢，究竟做唔做到呢個演唱會？我今日證明咗俾自己睇，只要有信心嘅話，冇難事。我做得到，大家一樣做得到，只要有信心。不過有一樣嘢，今晚睇衫都夠。我而家有個頭加埋件衫，起碼80幾磅，所以我每行一步咧都有少少困難。呢件衫咧就係劉培基先生。佢話幫我做到褂喎，我如果結婚嗰陣時嗰度褂咁樣啊，真係我唔會跪喺度去飲杯茶奶奶，對唔住我起唔到身。靚唔靚？我講我台靚唔靚？重任嘅，係啊，因為咧大喜慶啊，大喜慶，成個利是封咁樣。係啊，我見佢應該係台慶係嘛？就係而家我哋嘅台咧唔俾着黑衫啊，所以變咗我出親場合都要就到咁樣。幾型啦，整個利是封。妹姐你好靚啊！多謝。好靚啊！真係。我哋今日嚟咧就係因為《明報週刊》咧今年35歲嘅生日。咁今年咧就係第4年咧，就係舉辦呢個演藝動力大獎嘅頒獎禮。而家咧就喺尖沙咀嘅另外一個角落咧就係進行緊。今年咧係有一個獎要頒發俾梅艷芳小姐嘅。係啊，我哋啱啱咧就喺頒獎禮嗰度趕過嚟嘅。呢個咧就係明州致敬大獎，俾啲掌聲恭喜梅姐姐啦！咁或者呢個時候我哋都講講梅姐喺過去嗰1年咧，對我哋香港人或者對演藝界做過啲咩貢獻咧，係可以今次獲得呢個獎項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喺非典型襲港嘅期間咧，演藝界嘅朋友咧出咗唔少嘅汗水，特別係梅艷芳小姐，因為演藝界嘅演藝人協會嘅會長咧係發動咗茁壯行動，舉辦咗1比99嘅演唱會，為沙士受襲嘅家庭咧喺教育方面籌到2200萬嘅。多謝晒妹姐。另外，妹姐喺今年3月嘅時候咧，亦都代表演藝界去到北京咧，同文化部長個交流咧，為我哋香港演藝事業咧係帶嚟一個好有實質嘅進展，就爭取到2樣嘢，就係首先咧，我哋喺內地合作拍電影嘅時候咧，係可以得到國產片嘅待遇啦。第二就係我哋而家港產片咧喺內地播放嘅時候咧，係唔會再受到嗰個 quota 個配額嘅限制嘅，亦都要代表晒香港市民同埋演藝界，多謝你妹姐，多謝晒。呢個係好大嘅貢獻，冇講，我真係唔敢當，少少勉力。我自問真係做咗第2年啦，我唔知我做咗咩嘢，呢個演藝會長，我只係盡力希望可以推動香港嘅藝術文化事業，希望可以即係唔係淨係香港，我哋要衝出香港，飛去全世界。淨係呢份無私嘅心已經值得我哋學習。呢個時間咧，我哋請《明報週刊》總編輯龍景昌先生代表大會致送呢一個獎項俾梅艷芳小姐，有請。呢掌聲係屬於你嘅，妹姐。喺過去幾年，大家都會覺得傳媒對於藝人嘅報導大部分都係負面嘅消息，但係我哋知道有一啲藝人仍然好努力咁樣為佢擁戴佢嘅觀眾，為香港、為演藝界繼續努力。梅艷芳肯定就係當中嘅表表者。喺今年沙士，
香港猖獗嘅時候，演藝界人員做咗好多好事，而喺幕後嘅我哋都知道係梅艷芳小姐，佢哋做呢一啲嘢係令到任何人都唔可以再負面咁樣報導佢哋呢一啲積極嘅同埋有建設性嘅行動。我喺呢度代表明報週刊，代表受惠嘅市民，向阿妹講一聲衷心嘅多謝。多謝晒，非常。呢個係靈州致敬大獎。咁當然咧，仲有一隻康確嘅手錶咧，係送翻俾妹姐留念嘅。多謝。好靚嘅一隻手錶啊！講下你嘅感受啊！我就嚟講下，其實喺沙士嚟到香港嘅時候，我自己心情好複雜，因為無論我自己或者我身邊嘅人都發生好多事，但係我覺得如果將嗰份精神嘅話，去攞出嚟去幫一啲真係有需要嘅人嘅話，我諗嗰個意義會嚟得更大。所以我喺個3個禮拜入邊，我真係一覺都冇瞓過。我將我嘅精神，我就係集中住，一定要籌到更多款，一定要幫到更多人。唔理點樣如何，同人嗌交，做人做咩都好，我將我所有力量係咪揮發晒出去。但係好好，全港嘅香港市民都好支持1比99呢個音樂會，所以我都喺呢度衷心地代表一啲有需要嘅人去多謝一啲歌迷朋友，多謝你哋咁熱心，冇你哋嘅話，我哋籌唔到2000幾萬。雖然個錢唔係太多，但係陸陸續續仲會有人需要幫忙，所以我諗呢個心我哋要繼續 keep 住，希望以後唔會再有呢個沙士嘅問題。但係我哋要 keep 住呢個愛心，就係唔知我哋幾時我哋會再用，但需要再用嘅時候，我哋會再攞翻出嚟，用翻呢個精神。積極嘅精神，我哋再繼續為香港市民再做更多嘢。多謝。多謝晒妹姐，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感受到你嘅誠意嘅。妹姐，臨走之前，我想講句説話：上天呢係會愛惜一個咁好嘅人嘅，集合咁多愛你嘅歌迷嘅力量，你一定會揾到一個真心愛錫你嘅人嘅。係咪啊？我哋個個都會發呢個願嘅。好，比較難啲。唔係嘅。有願就有力，我哋唔阻大家欣賞梅艷芳小姐係可愛美妙嘅歌聲，我哋走。你幫我攞翻後台先啦。多謝晒，多謝妹姐。多謝晒，恭喜晒妹姐啊！希望大家繼續 enjoy 今日個 show， 多謝你哋。Thank you。我真係有少少慚愧，我即係受之有愧，唔知點解攞咗獎。又過關。我一唱人哋啲歌，我好擔心，驚唱得唔好。多謝你，又送花。多謝你，我會約啦。又碧咸，繼續碧咸。OK。今日收花一定好多。嘥錢嘅，咁不得啱嘅，振興香港經濟啊嘛。求婚啊你，頭讚，多謝你，好靚嘅花。咁我啲衫靚唔靚？靚嘅話咧，就希望你哋俾啲越大力嘅掌聲，多謝我哋嘅 sponsor，Christian Dior。唔係嚇你，閒地，我哋今日個後邊有服裝櫃咧，有成400幾萬衫喺度，真㗎。所以咧，只係睇一次，冇得睇嘅。做埋呢個 show 之後，嗰啲司機衫咧就會入晒倉，所以咧淨係睇衫都值回票價啦。以下落嚟咧，我將會唱一啲歌咧，就即係原汁原味送俾你哋，因為咧我每一次演唱會其實對我嚟講。我係中意做一啲演唱會咧，走嚟走去，好跑嚟跑去。點知我唱完咧，每一次都話：你唱咩啊？好
好好睇，呢啲歌我又唔識嚇，我唔係唱晒咩似水流年啊，你哋想聽嗰啲咯。啊，係啊，因為我重新編寫過啊嘛，所以今次咧呢個演唱會又好，我原封不動，隻歌咧，只要你哋聽到個 intro 嘅話，你哋一定會識嘅呢隻歌。好，你以下落嚟咧就聽下呢隻歌，你識唔識啊？呢幾個月入邊咧發生好多事，我突然間覺得人生真係好無常。無論係我自己個人嘅事又好，成個香港有沙士，好多問題存在，亦都喺呢幾個月入邊，我失去咗幾個我好朋友。我曾經好失落，亦都好憔悴。我問我自己，我係咪繼續要咁樣過活？我啲朋友如果知道嘅話，佢哋將會係咪好心痛？就算離世咗幾位，我諗佢哋都唔想見到我會咁樣。所以，我話俾自己聽，我要活在當下。無論聽日將會係點，我會做好我今日嘅嘢，積極地去面對我以後嘅人生。呢場係一場好長嘅，可能係硬仗，但係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有呢個信心，有呢個念頭。我哋唔可以立亂咁話俾人聽，我哋放棄唔愛呢個人生，因為呢個係上天賜俾我哋。既然我哋決定咗我哋以後嘅人生嘅話，我哋將唔會改變，我繼續會努力兼奮鬥。喺今晚，我知我無論點樣，你哋都會喺我身邊嘅，我知嘅，我真係感覺到。所以呢份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精神。我也愛你。以下落嚟呢幾首歌咧，我除咗我嚟紀念我呢幾個朋友之外，主要就係呢幾首歌又好好聽。但係我係中幾首有啲歌咧係串成，但係咧有啲歌啲朋友係喺度㗎嚇，你哋唔好搞錯咗。唔好話我詛咒人一間，唔該嗰啲寫新聞嗰啲哥哥姐姐。希望你哋聽以後呢啲歌嘅時候，會有一個感覺。我就覺得我嘅朋友永遠都喺我身邊陪住我，無論佢喺邊個環境之內，佢哋都會陪住我。所以希望你哋細心去聽一聽我以下落嚟揀呢幾個歌，聽啱唔啱俾你聽。大家都係似乎中意我着旗袍啊！做歌星真係開心，真係，尤其是得到你哋嘅愛咧，真係開心。而家咧，我哋已經唔係歌手同歌迷之間，而家我係全部當你哋都係我啲好好嘅老朋友。因為我諗我哋識咗都起碼10幾年啦嚇，如果唔係點稱得上係老朋友？所以落嚟呢隻歌嘅話咧，我會真係送俾我啲好嘅歌迷。時間過得好快，眨下眼啦，就要唱到今日演唱會嘅最後一首歌，係咁講啫。我講完之後，後邊仲有幾場，咁咪睇下你哋。咁嘅聲咧，我只可以行到樓梯邊。咁樣咧，我就考慮下，可能喺升降台中間。就嚟可以起音樂。爭啲咁多啫。係啦，應該就係咁樣啦，我就會再唱啦。
你哋唔嗌到咁，我唔上嚟㗎。老實講，咁樣我哋行翻落後台。係喎，差啲唔記得介紹。我哋嘅今晚嘅節目總監金廣成先生，多謝你哋，同埋你哋一班嘅手足。多謝亞洲希明所有嘅工作人員，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多謝我哋今晚嘅大會，即係佢唔邀請我嘅話咧，我係冇得做嘅。耀永娛樂有限公司同埋 Music Nation， 多謝你哋。以下落嚟，我哋繼續會唱我今晚嘅所謂嘅最後一首歌。所謂後面有幾多唔知道。不如呢隻歌咧一定要唱，因為我諗我唔唱呢隻歌嘅話，你又嗌回水。多謝你。我着婚紗好睇。我係一個歌手，但係我亦都係一個演員。着婚紗唔係我第一次，不過冇一次係屬於我自己嘅。呢個亦都係我可能係我一生嘅遺憾。但係我有你哋嘅愛，我係將呢個遺憾又填補晒。我將我自己嫁俾音樂，嫁咗俾你哋。以下落嚟啦，將會我揀最後嘅一首嘅歌送俾大家。我成日覺得夕陽同埋黃昏但係好短暫，我哋應該係更加去珍惜，更加去快啲去爭取你哋身邊想要嘅嘢。如果唔係，眨下眼，我哋就咩都冇晒。所以以下落嚟呢隻歌，我揀嘅原因係因為佢可以代表我嘅心聲，亦都係入邊每一句歌詞我都覺得好有意思。所以最後落嚟揀嘅呢首歌俾你聽，《夕陽之歌》。
8場演唱會順利完成之後，妹姐梅艷芳啱啱就遠赴日本嘅京都拍攝咗一輯修身美容嘅廣告，而我哋有線娛樂新聞台亦都隨團追訪咗呢2日嘅拍攝行程。喺11月23號，我哋有線娛樂新聞台就派出先頭部隊去到京都呢一個迷人嘅城市視察環境。喺日本被稱為國寶級嘅京都，整個城市都被1000年以上嘅古蹟寺廟所包圍，鄰近聳立咗一座座巍峨嘅山嶺。正值係秋季時節嘅京都，山群一片片紅色嘅樹葉隨天而降，為呢一次拍攝工作拉起序幕。而大隊原本計劃喺19號就開始投入工作，但係礙於主角之一嘅紅葉尚未通紅，所以延遲到24號先出發。而京都連日嚟都係落住毛毛細雨，令到攝製隊好擔心會因此而阻礙拍攝進度，所以佢哋亦都一早到埗，做足準備功夫以及應變措施。經過3個幾鐘頭嘅航程之後咧，終於就嚟到咧大阪嘅關西國際機場啦。11月24號下晝3點鐘，妹姐就由助手以及經理人之下步出大阪關西機場。雖然當日氣溫係非常之冷，大約得10度左右，不過妹姐亦都早有準備，一身愛斯基摩人 look， 包到實一實，保證密不透風。妹姐亦都神采飛揚，去到停車場轉乘旅遊巴直達京都，先行下榻酒店。愛斯基摩人出現。妹姐喺關西機場落機之後咧，就搭咗2個幾鐘頭車嚟到京都呢一度，佢就住喺我身後邊呢間酒店噶啦。正值秋季時節，整個京都市都吸引咗來自各地嘅旅客觀賞紅葉，令到整個京都市嘅5星級酒店都全部爆滿。不過唔好睇呢間酒店只係4星級啊，佢嘅內部大堂同樣都係金碧輝煌，貴氣十足，房租亦都要2000幾蚊一晚㗎。而妹姐落機後嘅第1日就會同攝製人員開會，了解清楚整個拍攝進程。而第一站就係大角寺。而家係11月25號嘅凌晨6點鐘啊！妹姐喺京都拍廣告嘅第一站咧，將會嚟到我身後邊嘅大角寺啦。呢間咁古色古香嘅大角寺喺古時原來係日本天皇嘅離宮，建於1673年，係當地嘅名勝之一。寺內嘅回廊4通8達，連接各座庵堂。而導演就係鍾愛寺內嘅庭園景色，希望能夠引發出妹姐古典嘅女性風韻。清晨4點鐘，妹姐已經起身化妝 set 頭，大約6點半鐘，佢就準時到達大角寺。當日嘅氣溫大約只係得8、9度左右，事關落住毛毛細雨，又冇乜太陽，凍到妹姐都僵硬晒。而化咗妝嘅佢，為免俾雨水沾濕塊面，所以身邊嘅助手都小心翼翼咁樣幫佢擋雨，一步一步慢慢咁樣走入寺廟。入到嚟第一件事就係要除鞋，腳板底緊貼冰冷嘅地板，真係凍到入心。不過冇法啦，呢啲係日本人入寺嘅指定動作。而製作單位亦都一早預備咗一間有暖氣開放嘅休息室，俾妹姐換衫同埋休息。到埗之後，妹姐嗱整杯熱茶暖下個胃先。我而家咧就喺大角寺嘅花園裏邊，妹姐嘅呢一輯廣告其中一個景咧就係喺呢邊。而據當地人講，日本嘅寺廟係甚少借俾人拍攝，不過今次係借俾天后級嘅人馬梅艷芳。寺院方面亦都特地破例，不過寺院開放俾旅客遊覽嘅時間就係早上9點鐘開始，所以攝製隊亦都要喺9點之前拍好交還地方。而距離9點鐘仲有2個鐘頭，咁短時間，導演亦都非常之緊張，馬上同妹姐再詳細咁樣講解多一次整個拍攝嘅內容細節。而雖然當日妹姐打鑼咁早起身，不過佢都可以全神貫注咁樣聆聽導演嘅說話，果然真係夠晒專業啊！講咗一陣，終於輪到重頭戲出現啦，就係換衫環節。陣間妹姐就會換上呢一套和服，雖然而家俾個袋套住睇唔到，但係好快妹姐就會換出嚟俾大家睇噶啦。不過換之前，梗係要大家清一清場先啦。而呢一套和服係由一位曾經喺10多年前幫妹姐嘅一個手錶廣告裏邊設計形象嘅日本美術指導Genichi Ishiguro所設計，件衫要成10幾萬港紙，專程喺日本為妹姐度身訂造㗎。不
不過唔好以為妹姐因為怕凍而嬲住張氈喎，其實內有乾坤㗎。事關妹姐呢一套和服設計，喺下身就密不透風，上身就好大個窿㗎。話晒都係收身廣告啊嘛，性感呢家嘢梗係在所難免啦。不過唔想俾人睇蝕晒，所以保密梗係要沉歸底啦。一陣等妹姐自己揭曉啦。補完妝準備好之後，妹姐就去到第一個拍攝場景。不過原來佢身上所穿嘅和服，仲要加多一條成10幾尺長嘅衫尾先至係全體。呢條長布以紅白色配搭，布上更用上金環線繡出多種圖案，要2-3個工作人員先至可以將呢塊布整好。着喺妹姐身上邊，簡直就係雍容華貴，靚絕京都。第一個鏡頭，導演就係要求妹姐坐喺呢一條回廊嘅欄杆旁邊，向住鏡頭微笑。導演同攝影師一齊夾手夾腳，尋找妹姐最美麗嘅一面。妹姐咁專業，當然就梗係交足功課啦。你手使唔使跟埋？唔使，隻手可以放低㗎，咁個膊可以跌翻低少少。係啦，好。攝影師有個意見就話你外側啲會靚啲，這點啊？呢度係啦，同埋望高少少都得。好嘅，隻眼放翻油啲 sexy 啲喎。好啊。籌備咗咁耐，第一個鏡頭終於拍攝完成。導演馬上仔細咁樣睇翻重播，拍攝非常認真。而身為美容公司老闆嘅 Joyce， 亦都特地嚟到呢一度為妹姐打氣。Hello， 同阿 Joyce 傾下偈先。Hello， Joyce 你好。你好。咁其實咧，今次啊呢輯廣告咧，點解會揀日本京都呢度拍嘅咧？嗱，點解揀京都嚟拍咧？我相信你睇下呢啲紅葉啦嚇，咁個紅葉咧真係好靚啊！咁我都係好即係覺得係第一次咧有機會咧嚟到睇到啲紅葉原來係咁靚嘅啊！咁亦都係因為個紅葉嗰個咁靚嘅關係，亦都襯托咗阿妹姐嗰個咁光豔啊、咁 sharp 啊嗰個氣派啦。咁同埋點解揀京都咧？就係話呢個紅葉亦都係紅色啦。咁啊，亦都係一個主色啊！出年亦都係好興嘅色調嚟嘅。咁今次輯廣告咧，主題我見到有好多嘅形象㗎喎。係啊，好多形象啊！咁你全部都係top 啊化妝師啊，甚至乎拍攝嗰對箍啊，全部都係最好嘅。話咩都咁好，又嚟到日本拍，咁今次嘅投資呢個廣告咧，個數字去到幾多咧？有幾多位數？投資嘅數字，我諗廣告，我相信明年咧，我哋一出嘅廣告應該都超過成1000萬。大國子嘅拍攝工作喺毛毛細雨底下順利完成。下一站，我將會帶大家去到遍山紅葉嘅光明寺，仲會有妹姐驚豔嘅露背低胸和服，所以密切留意。妹姐貴為樂壇殿堂級嘅女歌手，出咗名要求高。今次都係因為妹姐想再次尋求新嘅突破，所以先至拍呢一個廣告。所以妹姐亦都非常之緊張呢一輯廣告出嚟嘅效果。今次呢個廣告耗資千萬，所以揾嚟嘅都係廣告界嘅頂尖高手。導演就係曾經為黎明拍攝多個經典手機廣告嘅 Steve Yuen。佢就連同一班台灣嘅資深攝影組，傾力為妹姐度身訂造呢一個廣告。妹姐天生麗質，再化多個靚妝，就當然梗係人比花嬌啦。而呢一位悉心咁樣幫妹姐補緊妝嘅靚仔，就係台灣名化妝師連士良啦。啱啱妹姐喺演唱會之所以咁豔光四射，咪就係多得呢一位連先生嘅神來之筆咯。
喺大角咀拍完之後啊，妹姐咧就馬不停蹄咁樣去到第二個景點，就係光明寺呢一度啦。呢度咧有個最大嘅特色嘅喎，就係我頭頂上面嘅紅葉啊！大家眼前所見呢一個片山紅葉嘅地方，就係今次行程嘅第二個場景——光明寺。導演之所以選擇呢一個寺廟，全因為呢度一片片嘅紅葉。為咗令氣氛更加浪漫，工作人員更利用呢一部機器吹落樹上嘅紅葉。而導演亦都從頭細心講解佢需要妹姐所演繹嘅表情。哎呀，可能今朝太早起身嘅關係，下晝食完晏有少少飯氣攻心，令到妹姐咧眼神有啲浮浮地啊，唔得集中噃。不過妹姐唔緊要啊，你要努力艱巴啲啊！只不過到妹姐集中到精神之後，又輪到第二樣意外發生啦。第一個鏡頭完成之後，導演就希望妹姐喺第二個鏡頭裏邊俾一種飄逸嘅感覺觀眾，所以就揾嚟一把風筒，輕輕向妹姐嘅秀髮吹動。吹下，突然導演又發覺妹姐嘅髮型長咗少少，所以髮型師就馬上攞起鉸剪幫妹姐修剪一下。呢個時候，工作人員就收集緊好多紅葉，平均咁樣鋪喺地面上，為咗配合一陣間拍攝嘅畫面。嗱，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哋馬上就俾大家睇下出嚟嘅效果先。第二個鏡頭完成之後，佢哋就移師到寺內嘅另一邊拍攝第三個鏡頭。而呢一個亦都係對妹姐嚟講一個重大考驗，事關佢將要換上另外一套紅色嘅和服。仲要係超低胸裝，喺10度以下嘅氣溫，着住呢件嘢真係閒閒地打幾百次冷震，起幾千次雞皮啊！咁啊，其實喺妹姐嘅身上邊，助手已經放咗好多個暖包噶啦。不過就係因為咁，發生咗一個少少嘅意外，因為暖包太多，喺拍完呢個鏡頭之後，發現壓出咗妹姐嘅柔嫩肌膚。喺咁寒冷嘅天氣之下，妹姐仍然保持住甜美嘅笑容。最後呢一個鏡頭，導演當然非常之滿意啦。經過2日嚟緊密嘅行程之後，整個廣告拍攝工作終於順利完成。妹姐今次為咗工作再次嚟到京都，雖然因為連日趕工，冇時間喺當地觀光，不過妹姐對於有紅葉相伴拍攝廣告，亦都心滿意足。因為我嚟咗2日啦已經，咁尋日嘅天氣仲係幾差嘅，落雨，今日就好好天啦。咁亦都見到好多紅葉啊，好靚嘅地方。咁我覺得今次嚟都冇白嚟嘅。而喺11月27號嘅下晝，妹姐就收拾行裝，返香港休息幾日，準備應付跟住落嚟嘅工作。妹姐咁今次拍完廣告咧，跟住落嚟有咩工作啊？跟住返香港2、3日到就要去北京拍十面埋伏嗰度，會去幾耐啊？2個禮拜。咁好啦，咁唔阻你休息啦，妹姐，快啲多啲休息啦。好，妹姐，拜拜。
跟住睇睇今朝早嘅主要新聞。梅艷芳因為癌病導致肺功能失調，今晨逝世，終年40歲。詳細嘅內容，藝人梅艷芳因為癌症影響令肺功能失調，今日凌晨接近3點喺養和醫院逝世。林宗義報道。梅艷芳病重嘅消息喺尋晚8點鐘左右傳出之後，佢嘅朋友陸續趕到嚟醫院探佢。每一個嚟到嘅人，汽車都俾記者同攝影機重重圍住。大家都去做嘢就唔該。過百名記者一直喺醫院門口守候，大堂更一度出現混亂。爆玻璃啊！仲逼！有警員到場了解情況。朋友一直喺梅艷芳身邊，送佢走完人生最後嘅一程，到凌晨出嚟證實佢嘅死訊。一位演藝界嘅天王巨星，台下係一個至情至性、有情有義嘅好朋友，梅艷芳小姐 Anita Mui， 佢喺今日凌晨2點50分，因為癌症引致肺功能失調而逝世。梅艷芳嘅朋友話：佢一直勇敢面對疾病，但係我亦都希望大家將佢以往嗰種鬥智鬥心，無論香港係一個幾困難嘅環境之下，我哋都以佢呢個鬥心再繼續落去。梅艷芳嘅好朋友張國榮亦喺今年4月1號離世，後嚟傳出梅艷芳患病嘅消息，不過並冇影響佢繼續工作同參與社會事務。無線電視記者林宗義報導。歡迎收睇12點半新聞。藝人梅艷芳因為癌病惡化，凌晨2點50分喺養和醫院病逝，終年40歲。郭永琴報導。殯儀館嘅車載住梅艷芳嘅遺體離開醫院。梅艷芳尋晚嘅病情突然惡化，佢唔少好友立即趕去醫院。到咗凌晨4點幾，梅艷芳嘅好友劉培基宣布佢嘅死訊。梅艷芳小姐Anita Mui， 佢喺今日凌晨2點50分，因為癌症引致肺功能失調逝世。阿妹其實今晚嘅病情已經係一路急轉直下，但係佢用佢頑強嘅鬥志，佢等到每一個佢至愛至好嘅朋友見到最後一面，得到我哋每一個朋友對佢最後嘅祝福，佢先至含笑上路。一代天王巨星嘅離世，對佢生前嘅好友同埋愛戴佢嘅歌迷嚟講，亦都係沉重嘅打擊。今年係我哋演藝界真係好煩嘅一年，估唔到年尾都發生一件咁大嘅事。佢中意靚，佢覺得好安詳，佢覺得好靚。但係大家都希望佢堅毅嘅精神可以流傳落去。但係我亦都希望大家將佢以往嗰種鬥智鬥心，無論香港係一個幾困難嘅環境之下，我哋都以佢呢個鬥心再繼續落。咁佢哋已經成立治喪委員會辦理梅艷芳嘅身後事。有歌迷知道佢嘅死訊，去到醫院獻上花圈。有本地嘅報章今日加印號外報道梅艷芳逝世嘅消息。咁雖然唔少市民已經知道梅艷芳病逝，但係都想攞多一份號外，知道更多嘅消息。
面白かったらグッド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チャンネル登録もお待ちしてます。次回もお楽しみに。